在古希腊的黄金时代，有一位盲眼的诗人，名叫荷马。他和其他的文人、戏剧家、史学家一起，用诗歌和故事记录了那些震撼人心的神话传说。他们讲述了古希腊的英雄们如何在神与人的纷争中展现出无畏的勇气和智慧。他们讲述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们如何以宙斯为首，统治着天地万物，却也经常陷入爱恨情仇的纠葛。他们讲述了凡人们如何在神的恩赐和惩罚中体验着生命的喜怒哀乐。你想知道为什么宙斯要与自己的父亲克罗诺斯交战，夺取天界的王权，又为何要用大洪水毁灭人类的文明呢？你想知道普罗米修斯是如何用泥土塑造出人类的形象，又为什么要冒着神的愤怒偷取天火赐予人类呢？你想知道当人类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了世界的灾难，还有什么希望能够留存呢？你想知道死者的灵魂进入了哈迪斯的冥界，会遇到什么样的审判和折磨，又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重见阳光呢？你想知道海克力士、普尔修斯、特修斯等英雄是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战胜了海德拉、独眼巨人、美杜莎等恐怖的怪物，赢得了荣誉和爱情呢？从海克力士的12项挑战到特洛伊战争的惊天动地，这些都是希腊神话的经典故事，他们将带你进入一个神奇而又激动人心的世界。在一切的开始，只有无垠的混沌，一片空洞的虚无。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诞生了第一个神灵盖亚，她是大地的化身，也是万物的母亲。与她同时出现的还有爱神厄洛斯，他的力量能让一切相互吸引，相互结合。在混沌的边缘，还有另外2个神灵，他们是黑夜尼克斯和白昼赫摩拉。他们的出现打破了厄瑞波斯黑暗的统治，让天空出现了变化，有了黄昏和黎明，有了日月的轮回。在混沌的深处，还有一个神灵，他是塔尔塔罗斯，他是地狱的主宰，也是恶魔的居所。所有犯下罪恶的灵魂都会被投入他的领域，受到永无止境的折磨。但这些并不是全部的原始神灵，因为盖亚还将诞生出另一个伴侣，他是乌拉诺斯，他是天空的化身，也是万物的父亲。他与盖亚紧密相拥，形成了完美的和谐，他们共同创造了新的生命。他们有12个孩子，这些孩子被统称为泰坦神，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和美丽的容貌。其中最伟大的是俄克阿诺斯，他是大河的神，他的水流环绕着整个世界，滋养着万物。他的兄弟是许珀利翁，他是第1代太阳神，驾驶着金色的战车，每天穿越天空，将温暖和光明带给大地。当他结束了1天的旅程，他的女儿塞勒涅，月亮女神就会接替他的位置，用她的银色的光芒照亮黑夜的寂静。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暴力的时代，因为乌拉诺斯对这些泰坦孩子来说是一个残酷的父亲，他将孩子们锁在地底深处，不让他们见到阳光。为了逃脱这个悲惨的命运，他们将目光投向他们的母亲盖亚，他打造一把坚不可摧的镰刀，赠送给他最年轻且最强壮的儿子克罗诺斯。克罗诺斯策划了一场叛乱，他耐心等待着，当乌拉诺斯再次与他的母亲同床共枕时，他跳出来，用那把镰刀切下父亲的下体，将他扔进大海。从那些血滴和泡沫中孕育出阿弗洛狄特，爱与美的女神，也是新一代神灵的第1位。克罗诺斯用那把镰刀打败了父亲乌拉诺斯，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被称为神王。但他的统治并未持久，因为克罗诺斯与他的妹妹瑞亚生下了3个女儿和3个儿子，这些子女成为了众神，分别是大姐炉火女神赫斯提亚，2姐农业女神德莫特尔，3姐婚姻女神赫拉，老斯冥王哈迪斯，老五海王波塞冬和老妖雷神宙斯。克洛诺斯和他的父亲一样残忍，用预言得知了他的一个孩子会推翻他的统治后，于是他就把他们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都吞下肚里，想要阻止这个预言的实现。只有一个孩子逃过了这个可怕的命运，那就是宙斯。他的母亲瑞亚不想失去他的最后一个孩子，就把宙斯藏在了克里特岛的伊达山上，然后给她的丈夫克罗诺斯喂了一块裹着婴儿衣服的石头。这个泰坦神一点也没察觉。宙斯在岛上由他的祖母盖亚抚养长大，一直隐藏到他成年，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挑战他的父亲。
他找到了他的兄弟姐妹，帮助他们从克罗诺斯的肚子里逃出来。他们一起发动了一场史诗般的战争，与泰坦神决一死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奥林匹斯山的王国，成为了新的神灵领袖。宙斯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震撼天地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漫长的10年。他们从地底深处释放出了强大的白手巨人和独眼巨人，以及传说中的匠人普塞克洛普斯。这些力量的结合，为宙斯锻造了一柄强大无比的雷霆，为波塞冬打造了一把尖锐的三叉戟，为哈迪斯制作了一顶能让他隐形的帽子。这些神奇的力量最终扭转了战争的局势。当泰坦神被打败后，宙斯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宽恕，将他们囚禁在了塔尔塔罗斯，一个深不见底的地底世界，让他们受到永恒的折磨。在这场战斗中，宙斯对伊阿珀托斯的儿子阿特拉斯施加了特殊的惩罚，诅咒他永远承受着天空的重量。然而，并非所有的泰坦都遭受了这样的命运。特弥斯、法律和秩序之神以及普罗米修斯在冲突开始之初就选择与宙斯结盟，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他们被赦免，并被允许在众神之间生活。随着泰坦神统治的结束，宙斯、波塞冬和哈迪斯三兄弟决定分别统治自己的领域。宙斯掌管着广阔的天空，波塞冬统治着汹涌的海洋，而哈迪斯则成为了冥界的主宰，那里是所有死者的归宿。在奥林匹斯山上，宙斯和他的众神同胞们建立了他们的家园，他们被尊称为奥林匹斯12主神，他们的权力覆盖了整个凡间，统治着人类和怪物。普罗米修斯这位泰坦神的后裔，对于他眼中的地球居民感到不满，在他看来，这些生物不过是一群无知的野兽，不值得一提。因此，他决定用粘土塑造出了人类，按照众神的形象将他们雕琢得栩栩如生。但普罗米修斯并未止步于此，他看到人类仍旧像野兽一样栖息在洞穴之中，于是他赋予了他们火种，那原始的炽热的火焰引导他们走出黑暗，制造工具，开始了文明的曙光。人类很快便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但这却引起了宙斯的不悦。宙斯希望人类对众神心存感激，因此他要求人类在每顿饭后不要进行动物祭祀，以此来表达敬意。而具体献祭哪一部分，则由普罗米修斯决定。普罗米修斯的忠诚首先是对人类，而非众神。为了让人类占据优势，他杀死了一头公牛，巧妙地将其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肉质鲜美的内脏，巧妙地隐藏在不起眼的兽腹之下；另一部分则是光秃的骨头，被一层厚厚的脂肪所掩盖。宙斯选择了外表诱人的脂肪部分，但当他发现里面只有骨头时，愤怒难抑。作为惩罚，他剥夺了普罗米修斯赐予人类的火种，失去了火的人类再次陷入了黑暗。为了拯救他的创造物，普罗米修斯不惜一切代价，攀上奥林匹斯山，窃取了众神之火。手持火炬，他将火焰带回人间，让文明得以重燃。当宙斯再次看到地球上的火焰时，他勃然大怒，将普罗米修斯铐在山腰上，每日遭受一只凶猛老鹰的折磨，啄食其不朽的肝脏。夜幕降临，他的肝脏便奇迹般的复原，预示着第2天更多的痛苦。这样的惩罚持续了1000年，普罗米修斯的呻吟声回荡在山谷之间。宙斯的怒火不仅仅停留在普罗米修斯身上，他还想要让人类尝到苦果。于是他命令荷淮斯托斯用泥土塑造出了第一个女人潘朵拉。她被赋予了众神的多种天赋，阿弗洛狄特的美貌和情感，宙斯的好奇心，以及赫尔墨斯的语言能力。她的名字意味着所有的礼物，因为她集合了众神的馈赠。众神还赠予潘朵拉一个神秘的盒子，里面装有未知的礼物，但被严令禁止打开。随后宙斯将她送往人间，成为泰塔埃皮米修斯的妻子。尽管普罗米修斯曾警告自己的兄弟埃皮米修斯不要接受神赐之物，但埃皮米修斯却被潘朵拉的美丽所吸引，忽略了警告，迎娶了她。在那个被神话湮灭的时代，潘朵拉和她的家人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和谐与喜悦。他们的女儿皮拉的诞生，更是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笑。但潘朵拉心中的好奇心如同一团不灭的火焰，始终围绕着那个神秘的盒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潘朵拉的好奇心愈发强烈，最终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打开了那个盒子。在那一刻，世界仿佛陷入了一片混沌，所有的罪恶如同洪水般涌出，将世界笼罩在阴影之下。贪婪、嫉妒、衰老和疾病，这些普罗米修斯曾努力避免的灾难，现在全都成为了人类的负担。当潘朵拉匆忙将盒子合上时，唯一留在盒子中的是希望。宙斯的这一惩罚，让人类即使在苦难中也不放弃希望，坚持生存，直至永远。从此，人类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那朵无忧无虑、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时代不再。人类开始经历衰老，生活变得艰难。接着，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相继到来，人类变得傲慢，忘记了对神明的敬畏，开始制造武器，互相征战。他们的残暴行为激怒了宙斯，他决定人类不配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于是，宙斯请求波塞冬在海洋深处挥动三叉戟，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巨浪滔天，淹没了山巅之下的一切。天空中的暴雨如瀑布倾泻，狂风搅动着汹涌的海水，直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汪洋。幸存者们在绝望中挣扎，饥饿和失去亲人的痛苦让他们的心灵备受折磨。在这场灾难中，只有普罗米修斯的预警让两个幸存者皮拉和杜卡利翁得以逃生。他们依靠一艘坚固的小船，在波塞冬的风暴中艰难求生，漂流在无边的海洋上，哀悼着失去的亲人。当他们的小船最终抵达帕纳索斯山，这片高地成为了海洋未能触及的最后圣地。宙斯终于平息了他的怒火，命令风雨停歇，洪水退去，地球恢复了宁静。但这片宁静之地已无人类生息，杜卡利翁和皮拉面对着重建人类的艰巨任务。在泰坦女神特弥斯的指引下，他们沿着山脉行走，把石头抛在身后。这些石头奇迹般地化作了新的男女，人类得以重生。他们肩负着重建文明的使命，同时也承载着选择不同道路的自由。历史的车轮缓缓转动，人类是否会重蹈覆辙，还是会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切都交由时间来见证。宙斯，众神之王，坐拥奥林匹斯山的至高宝座，其象征雷电和雄鹰成为人类的征兆。宙斯掌管着所有的天气变化，从雷暴到狂风暴雪，一切随他心情而定。希腊人视他为最伟大的神，顺从者祸福，反抗者遭罚。掌握世界控制权的宙斯寻求妻子共治天下，但他以不忠闻名，至少拿过7位妻子。首位嫁给宙斯的是智慧女神莫提斯，一位仙女，她很快怀上了她的孩子。但宙斯曾被祖父母盖亚和乌拉诺斯警告，莫提斯注定会为他生下一个叛逆的儿子，将会篡夺他的王位。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宙斯在莫提斯生孩子之前将他吞了下去，希望能避开这个预言。但在这样做之后，宙斯开始遭受可怕的头痛，痛苦变得如此剧烈，以至于他请求用斧头劈开他的头。从他额头的裂缝中涌出了莫提斯怀中的孩子，一个名为雅典娜的女儿。她是战争和智慧的女神，已经成年，准备好加入奥林匹斯众神的行列。宙斯的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姑姑特弥斯，正义与法律的泰坦女神。她曾背叛了自己的同类，站在众神一边，参与他们与泰坦之间的战争。宙斯与特弥斯具有3个孩子，然而他们将在凡间获得巨大的权力，被称为实习3女神。这些姐妹将成为命运女神，仿制一条生命之线，决定每个灵魂将走向何方。最年轻的妹妹被称为克洛托，即纺线者，因为她负责在人类诞生时纺织生命之线，控制着灵魂是否以及何时被创造。只有通过克洛托的巨大力量，新的生命才会诞生。她的姐姐拉克西斯，即分配者，将决定每个人的命运。拉克西斯将使用她的权杖，测量在克洛托的纺锤上纺出的每根线的长度和性质，从而规划出每个人的生命持续时间以及每个主要事件。最后，最年长且最令人畏惧的姐姐将被称为阿特罗波斯，即不可逆转者。当一个凡人在地球上度过的时间结束时，阿特罗波斯将拿出他的大剪刀，通过剪断线来结束他们的生命。宙斯继续娶了许多妻子，生下了很多众神和女神，但在他的第7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中，他选择了年长的姐姐赫拉，女性和婚姻之神。
宙斯终于找到了一位女王来与他共同统治。即使在与赫拉结为连理后，仍旧对凡间女性心存爱慕。他的风流韵事遍布神话故事，与无数神奇和英雄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宙斯善于变换形态，以各种伪装追求那些俘获他心的女性。欧罗巴，腓尼基泰尔城的公主，美丽而纯真。她不仅是英雄卡德摩斯的妹妹，更是宙斯眼中的瑰宝。一次偶然，她在海边采花时，那优雅的身姿吸引了宙斯的目光。为了得到她，宙斯化身为一头壮丽的白牛，以隐秘的方式接近她，避开了赫拉的监视。当欧罗巴被那头公牛的温顺和美丽所吸引，决定骑上她的背时，宙斯立刻展现了他的神力。他带着欧罗巴冲入波涛汹涌的大海，穿越了无尽的水域。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中，欧罗巴紧紧抓住牛角，随着宙斯一同驰骋在广阔的海洋之上。为了安抚惊慌的公主，宙斯决定揭示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她他不仅仅是一头野兽，而是众神之王。两人最终来到了克里特岛。宙斯曾经在那里躲避他父亲的追杀，欧罗巴在那里为他生下了许多孩子。这个岛屿见证了他们的爱情和后代的诞生。其中，米诺斯成为了克里特的国王，他的名字与传说中的弥摩陶洛斯紧密相连。为了纪念他对欧罗巴的爱，宙斯将他们所占的大陆命名为欧洲，以示敬意，并在星空中重新塑造了那头白色公牛的形象，后来被称为金牛座。宙斯的妻子赫拉是婚姻和女性的守护神，在希腊社会中备受尊敬。尽管她受人崇敬，但她也是奥林匹斯山上最具复仇心和恶意的众神之一，使她与她的丈夫宙斯并不相称。宙斯的无数外遇经常引起她的愤怒。尽管是宙斯的王后，赫拉只为他生下了12位奥林匹斯神中的2位，分别是战神阿瑞斯和火神赫淮斯托斯，其他的众神都是出自宙斯的无数外遇。宙斯最令人讨厌的一次不忠行为之一，是与赫拉最忠实的女祭司之一公主伊俄发生的。当赫拉前来调查，试图保护伊俄免受妻子的伤害时，宙斯将她变成了一头美丽的白牛。但赫拉并没有被这个骗局愚弄，知道自己抓到了宙斯的把柄，便要求他将那头白牛送给他作为礼物。知道拒绝这个请求只会证实赫拉的怀疑，宙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而赫拉将伊俄关在一个洞穴里，由白眼怪物阿尔戈斯看守。作为完美的卫士，阿尔戈斯能够用一半的眼睛睡觉，另一半保持清醒，始终保持警惕。宙斯太害怕赫拉而无法亲自干预，最终他派遣信使神赫尔墨斯来解救可怜的伊俄。作为一位大师及音乐家，赫尔墨斯决定通过智慧而不是力量来战胜阿尔戈斯。他友好地接近这个怪物，开始吹奏笛子，唱起甜美的摇篮曲，直到阿尔戈斯入睡。当最后一只眼睛闭上时，赫尔墨斯拔出剑，杀死了这头野兽，然后释放了被囚禁的伊俄。赫拉对阿尔戈斯的忠诚表示感谢，将他的眼睛镶嵌在他最爱的孔雀尾巴上，使之成为他权力的象征。而对于伊俄，赫拉的报复远未结束，他派遣了一只牛虻来折磨这位不幸的女子，使她在逃亡中几近疯狂。伊俄的流浪之旅漫长而艰辛，他逃亡的海域被命名为伊奥尼亚海，以纪念他的苦难。而博斯普鲁斯海峡意为母牛之渡，则是为了纪念他在逃亡中经过的地方。最终，伊俄抵达了埃及的尼罗河畔，宙斯在这里恢复了他的人类形态。他们的联合孕育了一子以巴弗斯，伊俄因此成为了许多希腊英雄的祖先，包括珀尔修斯和海克力士。作为宙斯的情人之一，勒托在怀上双胞胎后遭到了赫拉的极度嫉妒。赫拉不仅派出巨蟒皮童追捕勒托，还禁止所有城市为他提供庇护。勒托在希腊各地流浪，从雅典到克里特，从利姆莫斯到萨摩斯，无一处能为他遮风挡雨。终于，只有提洛岛勇敢地伸出援手，但赫拉的阴谋仍旧让勒托无法安生。赫拉困住了分娩女神勒勒提亚，阻止勒托分娩。在9天9夜的痛苦挣扎后，其他女神的同情终于将勒勒提亚带回，使勒托得以顺利生下孩子。勒托的孩子阿波罗和阿尔特弥斯的诞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阿波罗，太阳之神，和他的姐姐阿尔特弥斯，月亮女神，被预言将成为奥林匹斯12主神之一。为了纪念这对神圣双胞胎的诞生，
全世界的城镇和城市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在所有的庆典中，底比斯式的庆祝活动尤为壮观，显示出对这一神圣时刻的尊重和喜悦。尽管全世界都在庆祝，但尼俄伯女王却因自己的傲慢而拒绝参加。她自夸拥有更多的孩子，7个儿子和7个女儿，因此认为自己比勒托更值得荣誉和尊敬。尼俄伯对勒托的不敬引发了神灵的愤怒，导致了他孩子们的悲惨命运。阿波罗和阿尔特弥斯作为勒托的复仇使者，以箭矢惩罚了尼俄伯的儿女，将他推入无尽的悲伤深渊。失去所有孩子后，尼俄伯独自承受着无法言说的痛苦。宙斯最终将他的形态永固于一块巨石，结束了他的哭泣。位于土耳其西部的这块石头被称为哭泣的石头，象征着尼俄伯永恒的悲伤。每当雨水流过，就像是尼俄伯无尽的泪水，让人不禁感叹于他悲剧的命运。阿波罗的故事是光明与智慧的象征。作为太阳之神，他不仅掌管着弓箭和医术，还是预言的化身。他的母亲勒托曾被巨蟒皮童追逐，而阿波罗为了报仇，前往帕纳索斯山，用黄金弓箭射杀了这只巨蟒。阿波罗在巨蟒的尸体落处建立了德尔斐神庙，这座神庙后来成为了古希腊最著名的预言地点。皮提亚作为阿波罗的代言人，他的预言影响了从国王到农夫的所有人。皮提亚会吸入神庙中的蒸汽，陷入狂热状态，以他的吟唱传达神谕。阿波罗自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弓箭手，他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即使面对原始神之一的爱神俄罗斯，阿波罗也不言鄙视之情，认为他无法驾驭这种强大的武器。俄罗斯爱神因为阿波罗的傲慢而发誓要给予他一个教训。他使用了2支箭，一支镀金的箭使阿波罗深深爱上了达佛涅，而另一支镀铅的箭则让达佛涅对阿波罗产生了厌恶。当阿波罗满怀欲望地追求达佛涅时，他则在森林中拼命逃离。在绝望中，达佛涅向他的父亲佩纽斯求救，结果被变成了一棵月桂树。阿波罗将月桂树的叶子赋予永恒的生命，以此纪念他的失去的爱人。他还将月桂花环佩戴在身上，确保达佛涅的存在永远留在他的心中。阿波罗不仅是太阳之神，还是医疗和艺术的守护者。他的儿子阿斯克勒庇俄斯继承了父亲的医术，成为一位传奇的医生，能够唤醒死者。然而，这一记忆触动了冥王哈迪斯，因为他打破了生死的自然循环。为了恢复秩序，宙斯不得不用雷霆之力终结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生命。但在阿波罗的恳求下，宙斯最终使他复活，并赋予他成为医疗和医学之神的荣耀。阿斯克勒庇俄斯后来还生下了女神许鬼厄亚，她是洁净之神，我们从中得到了卫生一词。作为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保护着猎人和野兽，维持着自然界的和谐。同时，阿尔特弥斯以其纯洁和强烈的自我保护而闻名。当猎人阿克泰翁不慎窥见他沐浴，他毫不犹豫地将他变成了鹿，并让他自己的狗将他撕裂，以此来维护他的尊严。波塞冬是海洋的霸主，他的宫殿坐落在深海之中，他的3叉戟是他的权力的象征。他能够控制海水的涨落，引发地震和海啸。他的黄金战车能够在海面上飞驰。他的性格暴躁，不容任何人触犯他的尊严。他曾经对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施以可怕的诅咒，因为米诺斯背信弃义，没有按照约定将一头美丽的公牛献给他。波塞冬让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怀对这头公牛产生了不正常的爱慕，从而诞下了一头半人半牛的怪物，名叫米诺陶洛斯。这个怪物被关在了一个巧妙的迷宫中，每年都要吞噬人类的祭品，直到被英雄特修斯杀死。作为海洋的霸主，波塞冬的权力仅次于宙斯，但他对宙斯在奥林匹斯山的独裁统治不满，曾经与其他神祇联手密谋造反。波塞冬、雅典娜、赫拉和阿波罗试图用魔法绳索将宙斯捆绑，夺取他的权杖和闪电，但他们的计划被忠于宙斯的百臂巨人布里阿瑞俄斯所挫败。宙斯恼怒之下，对他们施以严厉的惩罚。他命令波塞冬和阿波罗去为特洛伊的国王拉勒莫东效劳，用他们的神力为这座城市建造一道坚固无比的城墙。他们在那里辛苦劳作了1年，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程。然而，
这座城墙并没有保护特洛伊免受希腊军队的攻击，而是成为了特洛伊战争的见证。这场战争中，波塞冬和阿波罗又站在了不同的阵营。智慧与战争女神雅典娜，宙斯与莫提斯之女，以其对策略家和狡猾英雄的热爱而著称。她不仅协助众多英雄完成了不朽的壮举，还以自己的骄傲和智慧在众神中树立了独特的地位。为了在凡间留下自己的印记，雅典娜决心争夺希腊东部一座未被命名的伟大城市的守护权。她的竞争对手是她的叔叔，海洋之神波塞冬。他以强大的力量和善变的脾气闻名于世。波塞冬同样渴望成为这座城市的守护神，因此发起了挑战。在决定城市命运的那一天，波塞冬首先展示了他的神力。他挥舞着三叉戟，猛地刺入大地。顿时，一股清澈的泉水从裂缝中喷涌而出，泉水如同珍珠般晶莹剔透，散发出令人心旷神怡的清香。围观的人群为之惊叹，纷纷称赞波塞冬的神迹。然而，雅典娜并未因此气馁，她优雅地步前一步，手中的长矛轻轻触地。霎时间，一棵橄榄树破土而出，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橄榄树的出现，不仅象征着和平与繁荣，其果实和木材的实用性也为城市的未来带来了无限可能。最终，雅典娜以其橄榄树的礼物赢得了人民的心，也赢得了守护这座城市的权利。这座城市随后被命名为雅典，以纪念这位智慧与战争的女神。雅典娜，智慧与战争的化身，不仅是神话中的英勇战士，更是艺术与手工艺的宗师。她的编织技艺无与伦比，每一寸布料都蕴含着神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令所有见者赞叹不已。在遥远的利比亚，有一位年轻女孩名叫阿拉克尼，她的织工技艺同样达到了巅峰。阿拉克尼自信满满，甚至敢于向雅典娜挑战，声称自己的编织技艺胜过神明。为了一决高下，两位女神各自织制了一幅挂毯。雅典娜的作品精美绝伦，细节入微，仿佛将众神的神圣气息凝结于布上。而阿拉克尼的挂毯更是令人震撼，她不仅捕捉了众神的形象，更将他们的性格和传说巧妙地编织进每一针一线之中。当雅典娜目睹阿拉克尼的杰作时，心中涌起了无法抑制的嫉妒和愤怒。在一阵盲目的愤慨中，他用纺锤狠狠地击打了阿拉克尼的头部，将它变成了一只蜘蛛。尽管失去了人类的形态，阿拉克尼依旧保留着他那非凡的编织才能。他在角落里默默地织出了世间最为精美的蜘蛛网，成为了蜘蛛之祖。他的技艺代代相传。在众神面前，谦虚是智慧的开始。如果你不想像阿拉克尼一样惹恼雅典娜，确保你的点赞收藏一件3连以平息女神雅典娜的怒火。从乌拉诺斯的创伤中诞生的阿弗洛狄特，是奥林匹斯众神中最古老、最神秘的存在之一。她不仅代表爱与美，更是调皮捣蛋的化身，喜欢用她的力量来搅动宙斯的情感世界，让他陷入凡间女子的温柔乡，从而引发赫拉的雷霆大怒。勒洛斯，这位爱神常伴随在阿弗洛狄特身旁，他手持能够点燃星火的神剑，无论是凡人还是神灵，都难逃他的魔力。罗马人称他为丘比特，他的剑矢如同命运的使者，将爱的火种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点亮无数纯真心灵的激情。纳尔喀索斯，这位美貌非凡的青年，虽然拥有令人倾倒的外表，却也背负着虚荣和傲慢的罪名。他冷酷无情地拒绝了无数女性的爱慕，他的残忍让他成为了爱情游戏中的孤独输家。他有一天来到了一个幽静的湖边，在清澈的水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顿时被那张容颜迷住。他痴迷地凝视着水中的自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也不愿离开。与此同时，湖边的回声仙女也爱上了纳尔喀索斯。回声是一位美丽的仙女，但她却没有自己的声音，只能重复别人的话。她自卑地隐藏在树丛中，羞涩地向纳尔喀索斯表达了她的爱意，但纳尔喀索斯却只是冷漠地嘲笑了她。他说：“你这样的女人，我怎么会看上你？你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只会模仿别人，你有什么资格爱我？”回声的爱意被无情地拒绝，他伤心欲绝，最终化为了一片空谷，只留下了回声。回声就会将空谷中呼唤的声音反复回荡：“
无尽地重复着纳尔喀索斯的话语，无尽地回忆着纳尔喀索斯的容颜。纳尔喀索斯在湖边待了整整1天，他无法移开眼睛，无法离开。他陶醉于自己的美貌，忘记了一切，包括饥饿、口渴和疲惫。他甚至忘记了呼吸，直到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将匕首刺入了自己的胸膛，他的鲜血滴落到湖水中，染红了水面。他的倒影也随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朵美丽的水仙花。这朵花的花瓣洁白无瑕，花蕊金黄灿灿，散发着迷人的香气。纳尔喀索斯在临死前望着水中的水仙花，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悔恨。他说：“我爱你，我爱的是你，不是我自己。”人们说，这朵水仙花就是纳尔喀索斯的化身，他将永远被困在水中，凝视着自己的倒影，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爱情。在塞浦路斯岛上，有一位名叫皮格马利翁的雕刻家，他的心中早已对爱情绝望。他曾经追求过无数女性，却总是遭遇失败。最终，他决定将自己的全部激情和才华倾注于雕刻艺术。皮格马利翁开始创作一尊女子雕像，他用无比细腻的手法雕刻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形象。她是他心中理想的伴侣，完美的超乎想象。雕像完成之后，皮格马利翁被自己的作品深深吸引，他爱上了这个冰冷的美丽形象，每天都沉浸在对她的欣赏和幻想之中。他给她取名为加拉蒂亚，像对待真正的爱人一样温柔地对待她。在一个神圣的节日里，皮格马利翁向爱神阿弗洛狄特祈求，希望能让加拉蒂亚成为一个真实的女子。阿弗洛狄特被他的诚挚所打动，赋予了雕像生命。加拉蒂亚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女子，她回应了他的祈祷。曾经毫无生命的雕像向他介绍自己为加拉蒂亚，然后从基座上走下来，张开双臂拥抱着皮格马利翁。他多年的孤独和孤立终于结束了。加拉蒂亚和皮格马利翁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并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成为了永恒的传说。虽然阿弗洛狄特乐于帮助年轻的情侣，以她无与伦比的美丽和魅力闻名于世，但她总是渴望成为所有凡人和神奇瞩目的中心，享受着众人的赞美和崇拜。然而，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一位名为普赛克的凡人公主身上。她的美貌如此惊人，以至于人们开始误将她当作女神来崇拜，导致阿弗洛狄特的神殿被冷落。被嫉妒之火焚烧的阿弗洛狄特无法容忍这种被忽视的感觉，他决定对普赛克进行报复。他命令自己的同伴爱神厄洛斯去完成一个看似残忍的任务，用他的金箭射中普赛克，让他坠入对世上最丑陋之人的爱河。然而，当厄洛斯第一次目睹普赛克的美貌时，他发现自己无法执行阿弗洛狄特的命令。普赛克的美丽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令他心生怜惜。在一次意外中，厄洛斯不小心用箭射中了自己，从此对普赛克产生了深深的爱恋。然而，厄洛斯的爱情并不被普赛克接受，他担心厄洛斯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才爱上他，而不是真正爱他。他冷淡地拒绝与厄洛斯见面，并要求他永远离开他。厄洛斯非常伤心，他决定尊重普赛克的愿望。他离开了普赛克，并拒绝让任何男人爱上他。普赛克在多年中变得更加悲伤和孤独，最终转向德尔斐的神谕寻求帮助。神谕告诉普赛克，她必须前往一座宏伟的宫殿，那里是她的丈夫的家。她的丈夫是一个只会在黑夜里探访她的神秘人物，她不能询问他的身份，更不能试图看他的脸。普赛克按照神谕的指示来到了那座宏伟的宫殿，他对他的新生活感到无比高兴，每天都徜徉于宫殿美丽的花园中。他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但有一天，普赛克被好奇心克制，拿起一支油灯，在清晨点燃它。低头一看，她欣喜若狂，因为她的丈夫竟然是厄洛斯，那位年轻而英俊的爱神。然而，在兴奋之余，普赛克竟然失手让灯掉落，热油滴在厄洛斯的肩膀上，惊醒了这位爱神。对普赛克失去对他的信任感到失望，厄洛斯告诉他婚姻结束了，然后飞回奥林匹斯山。在失去丈夫的痛苦中，普赛克来到阿弗洛狄特那里，请求女神给他再次见到厄洛斯的机会。但阿弗洛狄特并没有忘记
他对这个夺走世人关注的女孩的仇恨。因此，当普赛克跪求在他的宝座下时，阿弗洛狄特欢喜大笑，给他设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她想再见到她的丈夫，普赛克就必须前往地府，请求冥后珀尔塞福涅将她的一片美丽放入一个金色的盒子中。普赛克前往地府，来到冥河斯蒂克斯河，支付了船夫卡戎的费用后，渡过了这条黑暗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水域，抵达哈迪斯和珀尔塞福涅的宝座厅。普赛克走向冥后，他很高兴地提供帮助，将他的一片美丽放入金河中。当普赛克开始返回奥林匹斯时，他再次被好奇心淹没，掀起金河的盖子，看了一眼珀尔塞福涅的美丽碎片。但这样的事物并不是为凡人的眼睛而设计的。普赛克倒在地上，被盒子里的恶魔所迷惑，失去了所有美丽。普赛克在绝望中再次来到阿弗洛狄特那里。阿弗洛狄特见普赛克已经失去了美貌，不再是他的威胁，于是答应帮助他。他用蜂蜜和乳香涂抹普赛克的身体，让他重新恢复了美貌。就在这一刻，爱神被普赛克为了找到他所付出的努力所感动，他来到了地球，见了普赛克。两人回到奥林匹斯后，宙斯将为他们安排一场盛大的婚礼庆典，并赐予普赛克不朽的礼物。于是，普赛克其名字意为灵魂，成为了一位女神。在与爱神的联姻中，爱与灵魂现在永远相互联系。他们的孩子赫多内，也就是快乐女神，给地球上的凡人带来欢乐。在神圣的奥林匹斯山巅，众神享受着无尽的欢愉。但对于宙斯与赫拉之子赫淮斯托斯，命运却是一连串的磨难。天生腿部残疾，他的步履蹒跚，成为母亲眼中的羞耻。赫拉心生厌恶，将他遗弃于汪洋之中，试图让海水吞噬他的生命。命运的女神并未放弃赫淮斯托斯，她在海仙女的怜悯下得以生存，并在他们的庇护下成长。海中的岁月里，赫淮斯托斯掌握了精湛的锻造艺术，成为了无与伦比的铁匠。成就非凡技艺后，赫淮斯托斯重返奥林匹斯，心中怀着对母亲不可饶恕的怒火。他以其匠心独运，为赫拉打造了一座黄金宝座，巧妙地设置了机关，一旦赫拉坐下，便无法自由起身。赫拉一旦落座，便陷入了困境。她的呼救声震动了整个山巅，众神纷纷前来施救，却无人能解除宝座的诡计。宙斯见状，心急如焚，他明白只有赫淮斯托斯能解开这个困局。为了妻子的自由，宙斯许诺将绝世美神阿弗洛狄特嫁给赫淮斯托斯作为交换。赫淮斯托斯接受了这桩交易，他将阿弗洛狄特迎娶为妻。尽管赫淮斯托斯外表平凡，但他的善良与才华赢得了阿弗洛狄特的心。赫淮斯托斯的形象独树一帜，他不仅是众神中的杰出发明家和工匠神，更是智慧与创造力的化身。尽管命运给予他身体上的不完美，但他的心灵和双手却拥有着超凡的能力。赫淮斯托斯的锻造技艺无人能及，他的作品不仅美观大方，更充满神力。他为雅典娜打造的胸甲坚固无比，为荷尔穆斯制作的翅膀头盔和凉鞋轻巧飘逸，为阿波罗铸就的战车闪耀夺目，为俄罗斯制作的弓箭锋利无匹，为阿喀琉斯创造的盔甲和盾牌则是战场上的坚实保障。赫淮斯托斯的锻造工坊藏于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深处，那里是他创造奇迹的场所。火山的每一次喷发都是他在地下工坊中激烈工作的证明。烟雾缭绕，熔岩滚滚，都是赫淮斯托斯精湛工艺的见证。阿瑞斯，战争之神，沉溺于战场的血与火，享受着屠戮与掠夺的快感。他的残暴与暴力令人类惧怕，令众神厌恶。他常常遭到其他神明的嘲笑与捉弄，成为奥林匹斯山上的笑柄。他与美神阿弗洛狄特私通，背叛了她的丈夫赫淮斯托斯，工匠之神。每当赫淮斯托斯离开工坊，他们就会偷偷相会。赫淮斯托斯终于发现了他们的不轨之事，怒火中烧，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他用神奇的技艺打造了一张隐形的网，将其悬挂在自己的床上。当阿瑞斯再次与阿弗洛狄特偷情时，他们被网罩住，无法挣脱，赤身裸体，尴尬万分。赫淮斯托斯将全奥林匹斯的神明都叫来，让他们见证这对奸夫淫妇的下场。
众神纷纷嘲笑，天空中回荡着哄堂大笑。只有波塞冬出于同情，请求赫淮斯托斯放过他们，这场羞辱才结束。阿弗洛狄特与阿瑞斯的私情早已被奥林匹斯众神所知，但他却无法容忍另一位美丽善良的女神俄俄斯也与阿瑞斯有着一段纯真的恋情。阿弗洛狄特心生嫉妒，施展了邪恶的魔法，让俄俄斯对所有的年轻男子都无法抗拒。每天清晨，俄俄斯都要在天空中飞翔，为世界带来曙光，但他的眼睛却总是被那些俊美的年轻男子所吸引，他的心却总是被那些短暂的欢愉所填满。有一天，俄俄斯飞过特洛伊城时，他的目光落在了城中的一位王子身上，他就是提索奥姆斯。他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一身健美的肌肉，他的气质令俄俄斯心动不已。俄俄斯冲动地降落到地面，与提索奥姆斯相遇，两人一见倾心，很快就陷入了热恋。从此，每当天边露出第一缕阳光时，俄俄斯都会飞到特洛伊与他的爱人相聚。俄俄斯对提索奥姆斯的爱是他一生中最真挚的感情，他无法想象没有他的日子，他恐惧他会因为衰老、战乱、饥荒或疾病而离他而去。他的爱情却是一场悲剧，他不惜放弃永恒，也要与提索奥姆斯共度一生。他来到奥林匹斯山，请求宙斯赐予提索奥姆斯不死之身。一开始，俄俄斯与提索奥姆斯的爱情是甜蜜的，他们相互依恋，无时无刻不在一起。但时间是无情的，提索奥姆斯的肉体开始老化，他的黑发变白，他的肌肉松弛，他的眼神暗淡。他明白，他将永远活在这个衰老的躯壳里，永远无法与俄俄斯同步。俄俄斯痛苦地看着提索奥姆斯渐渐衰败，他的心碎成片。他将他带到一个豪华的房间里，用各种方式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但岁月是无法阻挡的，提索奥姆斯的生命越来越微弱，最后只剩下一具枯骨。俄俄斯绝望地寻求众神的帮助，但没有人能救他的爱人。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将提索奥姆斯变成了一只蝉。蝉是一种寿命长久的昆虫，它可以在树上唱歌，享受阳光。俄俄斯希望这样提索奥姆斯就可以永远陪在他的身边。赫尔墨斯是奥林匹斯12主神中的万能之神，他是宙斯和麦亚的儿子，天生就有着狡猾和机智的性格，喜欢捉弄和惹恼其他神明，也喜欢帮助和保护人类。他担任着行使之神的职责，手持金棒，脚穿飞行凉鞋，可以在天地间自由飞行，传递各种消息和命令，为众神处理各种事务，成为了奥林匹斯山的快递员，是奥林匹斯山上不可缺少的神奇。赫尔墨斯不仅是行使之神，还是牧羊之神、体育之神、商业之神、旅行之神、盗贼之神和旅行者之神。他擅长各种技艺和活动，无论是放牧、赛跑、交易、旅游、偷窃还是冒险，他都能游刃有余，展现出惊人的能力和魅力。赫尔墨斯也是一位多情的神奇，他与许多女性有过情感纠葛，生下了许多子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儿子潘。潘是自然与生育之神，他的身体上半部是人类，下半部是山羊，长着一对角，满脸胡须和蹄子。他的出生让他的母亲德律俄婆大吃一惊，他以为他是怪物，吓得逃之夭夭。赫尔墨斯却很喜欢潘，他将他带到奥林匹斯山，向其他神祇介绍了他。众神们对潘的外貌感到惊讶，但也被他的活泼和善良所感染。他们接纳了潘，并给了他潘这个名字，以为一切。狄俄尼索斯，葡萄酒和派对之神，更是与潘成为了挚友，常常一起欢乐和狂欢。然而，潘也继承了父亲赫尔墨斯的风流本性，与许多仙女有过恋情。他爱上了沼泽中的仙女绪林克斯，她的舞姿轻盈，她的笑容灿烂，她是潘的心头之爱。潘常常来到沼泽，向绪林克斯倾诉他的情感，希望得到他的回应。绪林克斯却惧怕潘，他不敢接受他的爱，他知道他是一位神祇，他只是一位凡人。有一天，潘又来到沼泽，想要抱住绪林克斯，绪林克斯惊慌失措，他拼命地逃跑，他想要摆脱潘的纠缠。他跑到了河边，他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知道自己无处可逃，他只好求助于河神，
让他将它变成一床水草，隐藏在河底。潘追到了河边，他看到了许林克斯消失的地方，他感到无比的悲痛。他跪在水边，抱着水草，痛哭流涕。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动听的旋律，那是风吹过芦苇发出的声音。潘被这旋律所感动，他觉得那是许林克斯对他的呼唤。他拔起芦苇，用蜡将它们粘在一起，制作成一套管乐器。他坐下来，吹奏起这套乐器，那动听的旋律就像是许林克斯对他的思念。该乐器因其创造者而被称为潘迪，并由潘随身携带。狄俄尼索斯是奥林匹斯12主神中的酒神和派对之神，他的诞生却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件。他的母亲塞摩勒是一位美丽的凡人女子，她深爱着宙斯，宙斯也对她情有独钟。但塞摩勒心中有个疑问，她想知道宙斯的真实面貌。她请求宙斯以他的神奇形态显现在她面前。宙斯不忍拒绝她的愿望，但他也知道这样做会让她死去，他只好答应了她，但也提醒她要做好准备。当宙斯以他的神奇形态出现在塞摩勒面前时，他被他的光芒所灼伤，他的身体化为灰烬，只留下了怀中的婴儿。宙斯赶紧将婴儿取出，将他缝在自己的大腿里，让他在那里继续成长。几个月后，狄俄尼索斯诞生了，他是第一个半神半人的神祇。狄俄尼索斯长大后，成为了希腊最受欢迎的神之一。他是愉悦的象征，他的追随者是一群热情奔放的人，他们参与大规模的饮酒、狂热的舞蹈和交欢，他们享受着生命的乐趣。狄俄尼索斯被称为解放者，他创造了一种名为葡萄酒的新饮料，它可以让人忘却痛苦，也可以让人感受快乐和欢愉。狄俄尼索斯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沉浸于狂欢，但他也是一位慷慨之神，他能够满足凡人的最深愿望。有一次，狄俄尼索斯的一位名叫希勒努斯的亲昵朋友被弗里吉亚国王麦达斯救了。为了向麦达斯表示感谢，狄俄尼索斯让麦达斯许一个愿望，他会实现它。由于对于财富和好运的执着，麦达斯请求他最深切的愿望，能够将他所触及的一切都变成黄金。狄俄尼索斯将满足麦达斯的愿望，让麦达斯拥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麦达斯欢欣鼓舞地回到宫殿，触碰一切。很快，地板、墙壁，甚至他的衣服都变成了黄金。麦达斯向来自整个王国的客人炫耀他的财富，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个礼物其实是一种诅咒。他渴了，想喝一杯水，但水一碰到他的嘴唇，就变成了金子。他饿了，想吃一些食物，但食物一碰到他的手，就变成了金子。他无论拿起什么，什么都会变成金子。他无法吃喝，他无法生活。麦达斯后悔了，他诅咒着自己的贪婪，他哭泣着求救。他的女儿听到了他的哭声，他担心地跑出来，看到他满身的金子，他吓得目瞪口呆。女儿心疼父亲，她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脸，想要安慰他，但他的手一碰到他的脸，就变成了金子。他惊恐万分，他想要挣脱，但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身体逐渐变成了金子，他的眼神逐渐失去了光芒，他的手臂永远地伸向父亲，他的嘴唇永远地张开，他的声音永远地停止，他成了一个金色的雕像。麦达斯失去了女儿，他悲痛欲绝，他恳求狄俄尼索斯让他收回这个可怕的礼物。狄俄尼索斯看到了他的悲哀，也感到了同情。他告诉麦达斯，如果他想摆脱黄金之楚，就必须去帕克托罗斯河中沐浴，那里的水可以洗去他的罪恶。当他接触到水面时，这项能力就转移到了河水里，河里的沙石立刻变成了黄金，而他也终于得以摆脱这项麻烦的技能。德莫特尔是奥林匹斯12主神中的农业和丰收之神，也是宙斯的姐姐。她拥有着大地的力量，她的恩惠让田野里绿意盎然，花果飘香，大地充满了活力。她的心中只有一个最珍贵的宝物，那就是她的女儿珀尔塞福涅。珀尔塞福涅是德莫特尔的掌上明珠，她的美貌无人能及，她的笑容如春日阳光。她的美丽却引来了一场灾难，那就是冥王哈迪斯的爱恋。哈迪斯是掌管冥界的神祇，他的心中只有黑暗和寂寞。他一眼看到珀尔塞福涅，就被他的光芒所吸引，他决定要将她带回地府，
做他的妻子。有一天，珀尔塞福涅来到了一片花海，他在花丛中快乐地玩耍，他的眼睛被一朵水仙花所吸引。他走过去，想要摘下这朵花，却不知道这是哈迪斯的圈套。他一碰到花朵，大地就震动起来，一个巨大的黑洞出现在他的脚下，他惊叫着掉了下去。哈迪斯从黑洞中冲出，抓住了珀尔塞福涅，将他带入了地府，成了他的囚徒。德莫特尔听到了女儿的惊叫，他急忙赶到了花海，却只看到了一片空地，他的女儿已经不见了。他心如刀割，他四处寻找女儿的下落，但没有人能告诉他。他搜遍了天上地下，9天9夜不眠不休，仍然一无所获。最后，他来到了太阳神赫里俄斯的宫殿。赫里俄斯是唯一能看到一切的神奇，他告诉了他真相，原来是哈迪斯将女儿带走了。德莫特尔气得发狂，他将自己关在一个洞穴里，不再理会任何事物。他的悲伤让大地也失去了色彩。没有了德莫特尔的照料，大地失去了生机，植物枯萎，庄稼欠收，人类陷入了严重的饥荒。眼看着人类就要饿死，宙斯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出手干涉。他命令哈迪斯将珀尔塞福涅归还给德莫特尔。哈迪斯虽然答应了宙斯的要求，但他并没有上马甘休。他偷偷给珀尔塞福涅吃了一颗石榴子，这里石榴子是冥界的食物，代表着冥界的舒服。他想要让珀尔塞福涅永远属于他，永远不能离开他。为了拯救人类，宙斯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规定，每年的9个月里，珀尔塞福涅将以德莫特尔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这9个月里，大地将充满生机，春夏秋3季交替，花儿绽放，果实累累。而剩下的3个月里，珀尔塞福涅将回到冥府，与哈迪斯生活在一起。这3个月里，大地将陷入寒冬，冰雪覆盖，万物凋零。这就是1年4季的由来。哈迪斯是冥界的霸主，他是宙斯和波塞冬的兄弟，也是冥界的统治者。冥界是死者的归宿，那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黑暗之地。哈迪斯虽然是冥界的主宰，但他并不是死亡的造物主。死亡的造物主是塔纳托斯，他是一位手持镰刀的死神。当一个人死去时，塔纳托斯就会来到他的身边，夺走他的灵魂。然后，新式神赫尔墨斯会将灵魂带到冥界的入口，在那里，一位叫卡戎的渡船人正静候着他们。卡戎是唯一能够带领王者渡过恐怖的斯蒂克斯河的人。斯蒂克斯河是一条神圣的河流，它将生者的世界与死者的国度分割开来。河水是黑暗而冰冷的，河岸上则是长满了可怕的冥府之树。只有在埋葬时，在死者的舌头下放置一枚硬币，卡戎才会为他们提供渡船服务。如果死者没有携带硬币，他们将被迫在斯蒂克斯河的岸边徘徊100年，直到他们能够凑齐足够的硬币为止。在斯蒂克斯河的对岸，有一座金刚石大门，它是冥界的入口。守卫着这座大门的是一只3头犬，它叫做科尔百洛斯。它是一只凶猛的怪物，它有着3颗狰狞的狗头、6条强壮的狗腿和1条蜿蜒的蛇尾。它的任务是守卫冥界，不让活人闯入，也不让亡者逃跑。在渡过斯蒂克斯河后，灵魂们就会来到冥界的边界，在那里，他们将面对3位冥界法官，他们是米莫斯、埃阿克斯和拉达曼托斯。他们是哈迪斯的代理人，他们负责审判每个灵魂的善恶。他们会根据每个灵魂一生的行为，给予他们相应的奖励或惩罚。对于那些善良的人，他们将被送往极乐世界，那是一个美丽而和平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享受永恒的幸福，与他们所爱的人团聚。而对于那些邪恶的人，他们将被送往地狱，那是一个可怕而痛苦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受到永恒的折磨，遭受他们所犯的罪行的报应。在做出判决后，灵魂将被引导沿着3条道路之一前行，要么前往水仙平原，要么进入永恒的天堂之福乐土，要么沉入哈迪斯领域的最深处塔尔塔洛斯，一个灼热的火焰之地。水仙平原是一个宁静之地，为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取得显著成就的人提供居所，无论善或恶。大多数灵魂都将被送到这里。当他们的时光终于耗尽，经过1000年后，每个人都会从勒特河中喝水，其水能抹去他们的记忆。重生后，每个灵魂都会忘记之前的生活，
再次投胎回到地球，开始永恒的轮回。然而，第二条道路将通往至福乐土，这是一个永恒幸福的天堂，那里寄居着英雄、半神和特别善良的凡人灵魂。被送到这里的人深受众生喜爱，可以体验到生活的所有乐趣。派对、盛宴和狩猎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每个灵魂都有选择返回地球的权利，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留下，不再忍受生活的艰辛。在至福乐土，横亘其间的却是幸福之岛，专为最伟大的英雄所保留。克洛伊的海伦、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长期居住在那里。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道路将通往塔尔塔洛斯，地狱最深处，专为最严重的罪犯和得罪众神的人保留。克罗诺斯和其他泰坦将永远居住在这里，注视着新的灵魂进入被诅咒的领域。这就是哈迪斯唯一的参与之处，他本人根据每个灵魂的先前罪行设计并监督其惩罚。对于达纳伊德斯，这是50位姐妹，她们每个人都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哈迪斯强迫她们用水盆清洗罪行，但由于水桶总是漏水，他永远无法填满它。伊克西翁，第一个杀害家庭成员并对宙斯的妻子产生淫欲的人，被绑在一个不得旋转的火人上，直到永远。相反，坦塔罗斯，一个杀死儿子并藐视宙斯的男人，被诅咒为永恒的饥渴。他会站在水潭中，头顶悬挂着果树的树枝。然而，当他试图解渴时，水会退去；当他试图吃东西时，树枝会升高，永远让他处于痛苦之中。在所有的惩罚中，最著名的是西西弗斯的。由于多次欺骗死神，西西弗斯为欺骗众神付出最重的代价。每天，他都要把一个巨石推上陡峭的山坡，只有在接近山顶时，巨石才会从他手中滑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直到永恒。哈迪斯是冥界的霸主，他掌管着死者的灵魂，他拥有无上的权力。然而，冥界广袤无边，他一人难以管理所有事物，因此，他需要得到复仇3女神的协助来执行他的审判。他们就是厄里尼厄斯，他们是哈迪斯的忠实仆从，他们是冥界的惩罚者。厄里尼厄斯不仅在冥界执行着复仇，在人间他们也经常出没。他们专门追捕那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尤其是那些谋杀家人的人。在希腊社会中，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被认为是对神圣窒息的亵渎。因此，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如果犯下了这一罪行，都无法逃脱哈迪斯和厄里尼厄斯的愤怒。例如，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名叫伊菲格尼亚的少年，她是阿伽门农的女儿，她的美貌令人赞叹。但她的父亲为了取悦女神阿尔特弥斯，将她献祭给女神，换取了顺风。伊菲格尼亚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对此怀愤在心，她在阿伽门农归国后，与情人埃吉斯托斯合谋，将阿伽门农杀害。厄里尼厄斯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他们追捕了克里泰涅斯特拉和埃吉斯托斯，将他们拖入了冥界，让他们永世为奴。哈迪斯和厄里尼厄斯是冥界秩序的守护者，他们共同维护着冥界法则。哈迪斯代表着冥界的权威，他决定着死者的命运，他惩恶扬善，他维持着冥界的平衡。而厄里尼厄斯代表着冥界的惩罚，他们执行着哈迪斯的命令，他们追捕着罪人，他们制裁着邪恶，他们维护着冥界的正义。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冥界的秩序。穿越冥界还会经过哀悼之地，这是那些一生追求爱却被拒绝的人的安息之地。他们感受到的痛苦将使他们被流放到这片黑暗而令人恐惧的森林，他们将永远哀悼他们从未拥有的爱。在冥界的圆角有一个梦之地，只有奥林匹斯的众神才能进入。统治这个岛屿的是梦之神摩尔甫斯。每天晚上当所有人都入睡时，他与他的2个兄弟一起掌控着不仅是凡人还有众神的梦境，给予他们愉快的未来愿景，或者用最糟糕的噩梦困扰他们。摩尔甫斯在无意识的思想上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用他的名字命名了吗啡这种药物。这是一种以让使用者入睡而闻名的止痛药。然而，真正的权力中心并不在梦境之地，因为冥界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强大的哈迪斯。他住在地底深处的一座宏伟宫殿里，藏匿在一座被火焰吞噬的岛屿上。
那些未经邀请搜寻他的家的人，将在死者的黑暗而曲折的大厅中迷失方向。然而，虽然冥界充满了惩罚，哈迪斯和珀尔塞福涅并不是残酷的统治者，他们会怜悯那些在他们王国中找到方向的凡人。俄尔甫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爱上了美丽的欧律狄克，但在他们的婚礼上，欧律狄克被蛇咬死，俄尔甫斯独自一人陷入绝望，悲伤而渴望再次见到妻子。他决定前往冥界将她找回。抵达冥界的斯蒂克斯河时，他拿出七弦琴为船夫卡戎演奏了一首美妙的歌曲。卡戎被感动的免费将俄尔甫斯渡过河。抵达彼岸后，他遇到了科尔百洛斯，用如此悠扬的曲调使这头三头狗陷入沉睡。最终，他到达了哈迪斯和珀尔塞福涅的宫殿，为他们演奏了一曲关于失去的爱人欧律狄克的歌。哈迪斯眼中含泪，对俄尔甫斯表示同情，并同意释放他的灵魂，但条件是俄尔甫斯在离开冥界之前不得看他一眼。俄尔甫斯欣喜若狂，答应了这个条件，并开始领着他的新娘穿过黑暗而曲折的死者之地。但当他接近地表，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时，他被过度的兴奋所压倒，转身看向了妻子。但俄尔甫斯尚未完成这段旅程，因此当他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时，欧律狄克被拖回到死者的领域，永不返回。这给予所有希腊人一堂关于耐心和克制美德的教训，因为如果俄尔甫斯距离目标如此之近时能够抵制诱惑，那么他将和他的爱人欧律狄克将再次相守。随着众神在世界和死者的领域确立了控制，英勇时代很快就要开始了。来自各地的勇士踏上了将成为传奇的伟大冒险。